上回说到，阿拉巴斯坦国王军与叛军展开激烈厮杀，维维安只身一人穿越战场来到王宫，要求加卡帮助自己阻止叛乱。东南城门，下路 ADC 组合乔巴与乌索普完成了鼹鼠女的打地鼠组合，为草帽团拿下一血。另一边，山治与梅斯尔兔冯克雷展开了激烈战斗，二人体术相当，但冯克雷拥有模仿果实能力，变成娜美的样子，让山治瞬间失去战斗力，山治只能束手就擒，被冯克雷暴揍，危机逐步逼近。山治算是被冯克雷给玩坏了，每次准备还手的时候，冯克雷都会变成娜美的样子，甚至还敞开衣领勾引山治，把山治拿捏得死死的。冯克雷打的山治毫无还手之力，玩够了，冯克雷面露杀机，准备了结了山治。和你玩还蛮有趣的，不过也不能继续磨蹭下去了，毕竟我们的任务是暗杀公主，做好准备，让我解决掉你吧。冯克雷用出自己的必杀技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山治心想，我都要看看你有什么花招。冯克雷疯狂转了32万圈，山治在这一刻识破了冯克雷的伎俩，飞出一脚直击面门，将冯克雷一脚蹬飞。我明白你的套路了，你变成娜美小姐的身体时是无法使用人妖拳法的吧？确实我不能攻击你，但你在攻击我的时候肯定会恢复原形。冯克雷尬笑几声，然后一脸疑惑地问道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信号不好啊。山治面无表情，果然是被我说中了吧？冯克雷十分恼怒，你猜到了又能怎么样？还是无法改变被我吊打的事实，让你见识见识人妖拳法的精髓。冯克雷将衣服上2个装饰天鹅头拔下来套在鞋子上，接招人妖拳法爆裂天鹅。冯克雷冲向山治，山治只看到一个残影虚晃一下，本能的向旁边偏头，一阵疾风从耳边掠过，砰的一声，自己身后的墙体被冯克雷的天鹅头敲出了一个小洞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个洞的周围一点点裂痕都没有，由此可见这一脚的力量配合天鹅头的坚硬，破坏力多么可怕，就像是出膛的子弹一样，集速度、力量、精准度于一体的致命攻击。冯克雷见山治被威慑住，很得意，等着我在你身上开口动吧。冯克雷进攻，山治与他对角，但冯克雷套上天鹅鞋套之后，攻击距离明显拉长，山治与他正面对角很吃亏，但攻击距离拉长，相应的收脚的速度就会变慢，只要能挨住一脚，自己就能扭转乾坤了。冯克雷再次袭来，山治跳到冯克雷上空，冯克雷立即变成娜美的样子，山治这回没有上当。后面小冯说他脸上沾了东西，小冯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脸，变回原貌。山治看准机会，瞬间踢出束脚踢上小冯，二人噼里啪啦扭打一起，场面宛如街舞大赛。二人一顿操作后几乎打了平手，最后双双倒地，但小冯明显是受了内伤，惨叫几声失去行动能力。山治潇洒地点燃一支烟，看着大字形躺在地上的小冯，如果你能变成娜美小姐的样子，我是不会给你致命一击的。小冯很是男人，别说笑了，我已经动不了了，就算躲开又能怎么样？是你赢了，杀了我吧，反正我也逃不过被组织灭掉的命运。冯克雷视死如归，山治却对他伸出了和解之手，真是场精彩的决斗。除此之外，找不到其他的话语来形容了。小冯感动的四体横流，紧紧握住山治的手，太感动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真正对手之间的友谊象征。山治一脚踹在小冯的脑袋上，完美的结束了对战。阿尔巴纳南区1v1单挑，山治完胜，收获冯克雷友情一份。而娜美这边正被梅瑟尔万和海丹尼追杀，索隆大骂娜美不省心，不好好躲起来，到处乱跑，难道不知道自己是路痴，根本找不到他吗？海丹女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慢慢走向娜美，而娜美早就已经没有体力继续跑路了。梅瑟尔万动了杀机，瞅准机会冲上去打算一招结果了娜美。索隆关键时刻赶过来，横刀挡下一哥的攻击。娜美抬头一看，自己头顶的石柱被一哥刚刚的一爪子砍成了一段段石墩。索隆提刀砍过来，发现一哥的身体藏有玄机，你是用手来斩击的吧？一哥表示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没错，我只吃了战争果实的刀刃人，在威士忌山峰上的百人斩武士就是你吧？索隆的名号，巴洛克工作社早有耳闻。早在几年前，巴洛克工作社曾派人前往东海去拉拢索隆，索隆与说客谈判破裂，直接砍了社团的说客，同时还手刃了当时巴洛克工作社的特工 Mr. Seven， 名声大噪。索隆嚣张地回应道，要怪就怪你们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告诉那个说客让我加入也可以，不过我要当 boss。他不但不答应，还砍了过来，我就只好稍稍教训他一下。你们也要来请我加入吗？可惜现在那个 boss 太白痴了，我不屑与之同流合污。索隆的话激怒了一哥，一哥冲向索隆，索隆拔刀应对，一个那双紧盯索隆的眼睛蹭蹭喷射火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只不过是区区一个小海豚的见识罢了。索隆笑了，你们又算什么？乌托邦？新形式的传销组织吗？娜美这边被双手指一路追杀，面对这种专职暗杀的杀手，娜美心里还是很紧张的，而且这是娜美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与敌人1v1 solo。不过让娜美稍微心安的是，在到达阿拉巴斯坦之前，乌斯普为他紧急赶制了秘密武器天后棒。自己虽然是美貌与智慧双修的草帽团一枝花，但是在团战的时候也不想成为大家的负担，起码打个辅助位也是好的。
海带女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找了过来。她是吃了经济果实的经纪人，身体任何部位都能长出刺来，厚厚的水泥砖墙和岩石都可以轻易刺穿。如果被这种角色抓住，娜美这凡胎肉体一瞬间就会被扎成蜂窝。娜美拿出天后棒，乌索普曾说过，这是3节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呼风唤雨的神奇武器。娜美试了一发，果然很神奇，一下子就变出了鸽子，舞台效果拉满。调整心态，再来一次。第一次娱乐对手大概是为了预热一下，新工具不都是要预热的吗？接下来一定是攻击招式了。娜美将天后棒摆出枪形，对准了海胆女，砰的一下，有好看的鲜花从里面弹出来。海胆女直呼精彩，春节联欢晚会没有你我都不看，这也太有表演天赋了。海胆女不想和娜美浪费时间，对着娜美一顿猛攻。娜美一边艰难地躲避海胆女的攻击，一边翻看说明书，这上面明明写了很多招式，自己居然一个都玩不转。海胆女一爪下去，将娜美的脸颊划出了血。娜美被吓住了，这么下去自己早晚得死在这里啊！如果自己死了，做鬼也要缠着乌索普，这大概就是跳过新手教程直接进入游戏的下场。海胆女化身海胆战车冲向娜美，娜美很是坚强，被如此暴虐，心态还没崩，拼了命的躲避海胆女的攻击。甩开海胆女后，娜美找了个角落继续阅读说明书。在说明书有这样一段让人看了就想杀人的话：以上招式如果在聚会时使用，必然会炒热气氛，保证让大家开怀大笑。娜美气得大骂，仔细翻看说明书之后，终于找到了战斗招式。这天后棒的奇妙之处就在于，不懂天气的人是无法使用的。也不知道乌索普是怎么造出这么个神奇的东西的。娜美用冷管和热管吹出冷空气和热空气，冷热空气相互碰撞，引起气流，从而引发爆炸性的强风。娜美单凭这一招可以让天后棒像回力镖一样丢出去进行攻击。这一招给了娜美灵感，她用冷气泡改变空气密度，在显著的温差中根据阳光异常而产生折射，从而制造出海市蜃楼。乌索和娜美属于同类人，以他们目前的能力，靠力量是完全打不赢对手的，所以靠脑子活下去吧。娜美将天后棒紧握手中，你还是投降吧，我已经弄清楚天后棒的使用方法了，只要弄清楚冷空气炮和热空气炮的组合就可以了，这就是天后棒的秘籍。不过娜美对天后棒还不是很熟练，给海胆女唬住2秒钟之后继续逃命，躲在角落里偷看教程。海胆女追过去一招壁咚，连胸都变成刺了，比海胆还要变态。这时娜美已经从教程中大概掌握了一种龙卷风的制造方法，生死就在一瞬间。但龙卷风这招必杀技，娜美还是一知半解，只能赌上性命一试。娜美拼命的从天后棒中吹出冷空气炮和热空气炮，2个气泡在空气中融合，海胆女的发丝变成巨型海胆形状，一招野蛮冲撞顶过去。还好娜美以前的小偷经历让她身手异于常人的敏捷，轻松躲在一边。海胆女一脑袋把墙撞出大洞，发现没杀死娜美。海胆女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过来，给了自己一针，变成金刚芭比形态，双手腕变成狼牙锤冲向娜美。有惊无险，娜美依然艰难躲开。你那逃跑的功夫还真是一流。娜美回头望了一眼，十分惊喜，这次没让自己失望。冷空气配合热空气，再结合阿拉巴斯坦这干燥的气候，果然形成了云朵。娜美看到了希望，爬起身来，操纵2个天后棒，不断制造冷热空气炮。海胆女挥动2个狼牙锤猛击娜美，娜美边后退边制造泡泡，雨云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了不祥的黑色雷云。娜美射出电气炮，激发了雷云里面储存的电能。雷云飘向海胆女，第一次降下雷霆一击，海胆女惨叫一声，烧得浑身焦黑，但她居然把这一招扛了下来，拳头变成海胆，直接穿透了娜美的脑袋。没等海胆女欢歌庆祝，发现又被娜美的海市蜃楼耍了。娜美在海胆女的身后举起天后棒，大招 CD 完毕，准备启动。乌索普告诉娜美，龙卷风天后是这武器的王牌，不过这是一招定胜负的最终手段，要是没中你就等着完蛋吧。娜美很紧张，一招定生死了，就看命运的指针偏向哪一边了。海胆女变成海胆头冲过来，也是打算一招结果了娜美。娜美被刺得哀嚎一声，但她坚强的挺住了，这点小伤根本不痛不痒，你明白微微的痛苦吗？跟她比起来，断手断脚也不算什么。娜美一脚蹬开海胆女，将天后棒对准她的脑袋，去死吧，龙卷风天后！本以为很牛逼的招式，砰砰2声爆炸后，天后棒喷出2个玩具鸟，这不BBQ了吗？完了，娜美傻了。海胆女微微一笑，猎杀时刻到了。这时2个玩具鸟缠住海胆女的胳膊和腿，慢慢旋转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娜美的天后棒控制不住，跟着高速旋转，最后直接把海胆女喷射出去，这力量堪比飓风，非常大，吹动海胆女尽量撞碎2面砖墙，最后倒在地上没了知觉。阿尔巴纳北区，娜美对战海胆女险胜。